哎，这个婉莹你知道吧？昨天大半夜发微博说找到了真命天子，照片都发出来了，真是狠人呐！哎，你看桌上是什么？叶酸。哎，他就这么放在这儿，分明是打算要孩子了。哎，这好事儿啊！这种妖孽要是没人收了他，就要出来作妖。不过这男的是谁啊？拍的这么模糊，咱们认识吗？这个看不出来。冲哥，你帮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男的是谁？你认识吧？不认识。这个人还真是有点神秘啊。估计这个月就要结婚了。那就等着他发婚礼照片吧。就是。他结不了婚。为什么结不了婚啊？你看，他那桌上的特刊是 Vogue 半年前的，说明这照片早拍了。现在才发，肯定是要分手，所以这是逼急了，在逼宫呢。这你情我愿的，有什么可着急的？那还有为啥？这人肯定是有老婆的呀。啊，有老婆？谢太太加油！这是哪可好了？但是他绝对不会说的。有来有回可以。哇，哎，这个球好，这个好。是。是啊，可以啊。你看那个人挺厉害。谢谢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儿有点吵，能麻烦您把地址再重复一下吗？喂，红姐您好。啊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。没事，你说。我那个朋友又来信儿了，他想要中南大道聚海花园的房子。啊，中南大道好啊，那边静静。对，啊。那我帮你看看房源。那麻烦您帮着留意一下。好嘞，那您等我信儿。谢谢您。您客气。好，晚安。啊，晚安，谢太太。你看了吗？我爸公司又火了。怎么了？这都上新闻了。昨日，粤豪集团高管刘家树因卷入与森茂集团 CEO 的私人情感纠纷而被。你说他在替谁背锅呢？你怎么知道他是替人背锅？这肯定是替人背锅呀！刘家树这人没感情的，只喜欢钱，怎么可能喜欢女人？你还真什么都懂了哈。我当然什么都懂啦，我只是懒得让你们知道我懂。你看，这女的，微博下面全是什么喊打喊杀抓小三儿的，我也挺佩服这些网友啊。这抓小三儿业务能力可比我妈强多了。你看，这下面还有视频。我觉得吧，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他。什么意思？小妈，你不是吧？你真以为这些网友会替天行道啊？不给钱，谁有这闲工夫呀？
我看你就挺有这闲工夫的。麻烦帮我放那儿。结婚纪念日快乐！老时间，老地点。对于全职主妇而言，婚姻就是一份工作，而结婚纪念日就是公司年会，一定要格外重视。不管在过去1年里，公司赔了多少，老板和下属之间有多虚情假意，同事之间有多少明争暗斗，在公司年会这一天，你都要盛装出席，满脸笑意。要致敬领导，要感谢同事，要抽大奖，要表演节目，还要展望明年。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。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。芝加哥，头等舱。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你穿的就是这件衣服。我是去出差，可不是为了偶遇你。你去做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遇见了我。谢谢你，这么多年让我陪着你。我谢谢你，这么多年总是给我惊喜。养了这么贵的公关团队，出了丑闻总是要灭火的。身为谢太太，要有职业精神，要投入，要配合，再换过来，要干一行，爱一行。一个下腰的动作。太夸张了。这种妖孽，要是没人收了他，就要出来作妖。哎，要不要再看看？都到这地步了，你还装瞎呢？老谢在外面又给我们找了个妹妹。
喂，彭姐，在我去看房之前，不许任何人踏进那个房子半步。这原房主呢是个上市公司的女老板，前一阵因为，您肯定也看到新闻了，现在因为股票被迫停牌，这屋子呢她也负担不起了。谢太太，您真是福星啊！前一天您给我打电话，这第二天她就挂牌急售了，您说这不巧了吗？谢太太，您看这房子您还考虑吗？这一个能把上市公司做到停牌的女人，还负债1000万，这房子对我来说是个凶宅，不吉利。喂，陈医生您好。谢太太，你最近有没有时间来医院再做一个检查？是这样。对不起，我没听清，您能再说一遍吗？谢太太，您的检查结果刚出来，初步的结果怀疑是乳腺癌，请您尽快来医院进一步检查。怎么样？给个评价，看看我做的好不好？还不错，不过要是再多烤5分钟的话，就又能上一个新境界了。不愧是主妇界的米其林3星啊！还有什么主妇秘诀？赶紧告诉我，我今天通通记下来。你还真打算以后天天的在家里居家过日子啊？我赌他坚持不过3个月。我赌我可以。我跟你赌一把。咱严谨一点啊，从他这个辞职开始算起，还有2月呢。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我还想等着跟你一起分2英的钱呢。你要是坚持过了3个月的话，我就把那个龙虾买下来送给你。啊？什么龙虾？就我俩看见的一幅画，他非说那龙虾是蝎子。本来就特别像一蝎子。算，太贵了。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，不赌了。哎，你今儿找我们来就是吃蛋糕啊？当然，还有一件事儿想问问你们俩。是这样的，我弟呢想在我们老家开一个民宿咖啡厅，就是上面住宿，下面喝咖啡的那种。然后呢，管我借30万，你们说我借不借？不借。你不会还真想借吧？我李英男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真敢借，我跟你绝交。这些年光是我们看着的，你给家里花的，每年还要倒贴你父母做生意亏的钱，你都贴多少了？这些钱你得留给小果，你知道吗？正好借的失业，把这事儿推了，就说最近没收入。我说了。可是我爸我妈又给我洗脑，说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说我们整个一家都指望着我呢，说叫我不要气馁，要调整自信心，重新开始。那他们怎么不跟他们儿子说这话呀？凭什么就指望你？你领的那200多万，跟家里人说了吧？
不是，那我怕他们担心啊，所以就只能告诉他们了。你只说了部分实话吧？你是觉得失业了，说出去不好听，再加上一个200多万的补偿款，听起来体面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你这女强人的陷阱是谁给你挖的？不是你自己四处找坑，自己跳进去的。哎呀，苦啊！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好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一个985本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，为什么失业1年多找不到工作啊？就算你出去打工去送外卖，也不会饿死。我告诉你，不是你找不到工作，是你找不到你想要的工作。我已经咨询过了，这个生意没法做。你弟是真善良，跟我说没事儿。你也不容易，不想给你添麻烦，拿不出钱，他再找别的朋友想想办法。那让他找呗。阿南，他可是你亲弟弟啊。亲弟弟怎么了，爸？亲弟弟就得像你跟我爸一样，天天哄着、伺候着。他一个人在外，不像你有徐鑫照顾。前2天还锻炼过度呢，说心脏不舒服，我们让他去医院看看。他说为了省钱都没去。阿南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真的很担心他会不会想不开，做什么傻事啊？妈，你跟我直接说你希望我怎么做吧。你多关心关心他，尽你所能的帮帮他。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，如果就是因为我不借那30万，他要去寻短见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放屁！哎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心脏不好。哎呀，什么叫没办法？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别吵了，别吵了。阿南是你弟弟吗？不是不想帮阿斌，那他也有压力呀。哎，当初你嫁给徐鑫，我挺看好他的，他怎么越混越差了呢？要是他能混好一点，不让你这么辛苦就好了。妈，这鞋舒不舒服，只有自己的脚知道。红烧肉3连击，油而不腻，胜利！您受累，看一眼我给您发那信儿了。啊，你给我发信息啦？我看一下，我没来及呢还。嚯，好嘛，这么多公司啊！里面这儿有好几个挺适合你的，你好好看看。一天到晚研究红烧肉，这人家有年龄小的，我肯定不行。哪儿写着35岁以上不行？没写，没有啊，哪有啊？哪个 HR 会把年龄歧视写在上面呀？啊？这多好，你看这待遇。辞职的时候我就发过邮件，人家压根就没搭理我。哦，那你反那么多，再看看呗。公司规模50人，一共50人，而且离家还远，来回得4个小时。那我一天还能干点其他的事吗？再看看别的，这么多了吗？这个好吧？哎，这行啊，这不错啊，这个好啊。负面事就给我刷下来了。所以，我觉得在家待着挺好的，给别人打工没意思，我就想在家待着，天天看着你，看着小果，我就开心。所以呀，养家糊口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。研究红烧肉的做法，继续。